珍儿，你可回来了。娘，今天啊，来了很多自称姚家的人，送来了这么多东西，娘一点都没敢碰啊。娘放心吧，且先放这儿，儿子会处理。娘看着这些东西，好像是定亲礼呀。珍儿，你要是想成家呀，不必顾忌娘啊。娘这些年呢，给你攒下了不少的聘礼，我一定不会让过门的媳妇儿受半点的委屈。娘，你跟娘说句实话，你不喜欢姚家的这门亲事，是不是心里有别的姑娘了呀？哪天把她带来，让娘也看一看啊！我相信，我儿喜欢的这个姑娘啊，一定是世上最好的姑娘。怕是要让老师失望了。丁忧之事，不仅是应着国法，更是为人子者该有之孝心。学生愧对老师的栽培，但学生还不想回朝。今日前来，是有另一人想见你，见完之后，或可让你改变心意。谢少师设计让张某追查定国公之事，已提报给圣上。少师大人身上疑点重重，张某只字未提。事到如今，你还想我做什么？张大人的所作所为，谢某感激不尽。但谢某今日前来，为的是宁儿。江姑娘之事，与我无关。薛家有人将宁儿参与通州之事泄露了出去，眼下京中流言四起，这里面的几家酒楼就是流言的出处。但眼下谢某正值追查薛家疑罪的关键之时，不便出面。张大人主刑部，圣上又免去了张大人的丁忧之妻，而且此事事关朝廷贵女名节，张大人去查，名正而言顺。此事虽和张大人无关，但通州之行，宁儿为张大人以身挡剑，这一路行来，到底是有几分真心实意的。张大人当真要袖手旁观吗？公主今日好像不太对劲，难道是发生什么事了？姑娘，姑娘，姑娘，我怎么了？我们方才听长卓说什么？他说听到消息，大悦城国叔提议联姻，圣上在考虑和亲之事。难怪他今日，可是为什么又提前了？什么又提前了？不行，我要入宫一趟。哎，姑娘，
您说什么胡话呢？宫里这个时辰早就落月了。你们先出去吧，我想一个人待会儿。大月，和亲，他会死的，不行，绝对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！先生，啊，坐吧。公主要和亲的事，先生知道了。圣上还未下旨。先生既然知道，为何不早告诉我？你今日过来是质问我吗？先生，公主不能去和亲，正因圣旨还未下，还有机会能改变。你想搅进这件事里？他待我有多好，先生知道的。方才在来此的路上，我听到了一些言语，心生一计，但我又有一些犹疑，故想问一问先生。不如先下一局。我不善下棋，做不到一步多算，不是先生的对手。下棋需算计，确系一法。但如果讨论围棋，更多讲的是势，算计乃是术，若能得势，方为得道。是。棋盘若将遇，棋子若兵卒。自古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一子得失或许微不足道，但若积久成势，则难以疏导，继而成患。是以执棋者当因势利导，如治民治水。人和棋子能一样吗？棋子由执棋者拨弄，可人心却是各有一颗，自己长在肚子里。下棋能拨弄棋子，可人心若说要拨弄，时势推英雄，英雄造时势。人心向背虽然难料，但若不慎思明辨，旁人稍加煽风点火，心随势走，又有何难？学生明白了，多谢先生。不问了。已有了答案。不过，学生想向先生借一个人用用。看看那薛氏，真是一群废物。他们处心积虑搞倒了永义侯府，导致边关无人可用，不能据大越与关外。现如今，人家逼到了关外来，还要堂堂一个大前朝，推出个女儿家去和亲，才能保一朝平安。真是太有骨气了，办得太漂亮了。启班兄，酒可以乱喝，话不能乱讲啊！你喝多了。翁某清醒得很，要按翁某说，祸是谁闯的，就该叫谁去填。干脆让薛氏的女儿去大越和亲，不好吗？样貌也好，要身份也有身份，这大越肯定高兴啊！哎，启班兄，咱们换个地方啊！来，人多眼杂了呀！没喝呢，没事，走，没喝多，换个地方啊！哎呀，方才那人我知道，常来曾家楼喝酒。听说还是个举人，叫翁昂，大伙叫他翁启凡，才华高得很，所以啊，恃才傲物，什么话都敢说。哎呀，怎么，江二姑娘不会是看上他了吧？不是吧你？看上他什么了呀？明星啊？市井之中，一二人之言或许微不足道，顷刻便会被埋没无息；但千人万人之言便不同了。
我找你来便是为此。你想左右民心啊？不是左右，是因势利导。民心本就存在，每个百姓心中都有自己的一杆秤。翁昂如是，其他人亦是。对于大越的毁盟滋扰，对于公主和亲，对于薛家作为，百姓之中本就有许多谴责反对之声，只是这些都太散太弱。我想要的是让百姓的声音放大，聚成洪流，成为阻止公主和亲的力量。你混迹市井多时，该是认识一些人吧？这事啊，包我身上。不过吧，什么？要是想人多点儿，得要点这个。3万两，不够再找我拿。这真的假的呀？看不出来呀，你这么有钱。原本是为另一个人准备的，没想到兜兜转转，用在了此时。不过你这事你找别人也行，为什么非得是我呀？因为你姓薛啊，万一被人抓到，也是薛家的锅，与江家无关。事情查得如何？江尚书说了，那桩旧案藏得很深，因为朝廷赈灾的银两都打着特定的记号。我用生意场上的人脉去摸查，在黑市上找到了专门核销印记的银号，这才有了线索。说是当日薛家贪墨之后，用这笔钱买了大量的军需。通州军营的军械，还有此处的军需，这薛远到底养了多少兵？不是，他囤这么多兵干嘛呀？造反啊？他胆子也太大了吧！此人急功近利，有这种想法也不奇怪。而且薛远心思极深，恐怕连太后也一并瞒了去。若真是如此，咱们对付薛家的计划就需要调整，免得他们狗急跳墙。宁儿那边怎么样？人姑娘大气，豪掷几万两，连眼睛都没带眨一下的。她为了救公主啊，真是什么都舍得出去啊！先生，外面周云之求见。周云之，我怎么没听说过啊？谁啊？是个新五卫。新五卫？不是，来找你干嘛呀？他来自然有来的道理。周银之见过谢大人。周大人深夜来访，所谓何事？实不相瞒，在下因为几次相助于二姑娘，在国公那边已经是受到猜忌了。我现在在姓魏这，上上下下都受到限制，所以今夜特地前来想请教谢大人，银之往后究竟该如何行事，还望您给指条明路啊。我曾听闻，这定国公在京城附近养了一些未登记在册的新五卫，刑部最近也一直在追查此案。若周大人真有心弃暗投明，不如先细心寻找一些证据，届时我上报圣上，一定不会忘了周大人您的功劳。谢大人的意思，银之明白了。听说了吧？圣上近来在重查3年前的江南赈灾款贪墨案，据说那幕后之人正是那薛国公啊。是啊，当年江南死了那么多的人，若真是这薛家所为，那可不能放过他们呀！这事儿可大了，我跟你说，如果说当年这薛家可不止贪财，还一心揽权，严家就是因此被迫害。若是永义侯府还在，何至于要送公主去和亲？听闻前些时候，那薛大姑娘滥用新五卫职权，用流言陷害他人，事发后却未受到半点处罚。难道这就是他薛家的特权？凭什么就不是薛家把自己的闺女嫁到大越？这叫什么世道？对，什么理儿这是？若是真要和亲啊，就得让薛家的女儿自己去。让薛家去，你说对不对？凭什么知晓？这就是什么事啊？薛家知晓，不但
责任啊！就是啊。哼。哎，谢大人，京中对薛家的言论有没有听闻？什么言论？谢某近日事忙，未曾注意。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坊间流传薛家的罪状，要让薛家交代，还说让薛大姑娘替公主和亲。总之，是对薛家很不满意。事情非一时常有，过不了多久自然会散。况且这些事，薛国公自会处理，无需你我操心。是，我们查我们的便是。你觉得这薛家的诸多罪状是什么人偷出去的？参与查案的人众多，被查的信物也更多，谁都有可能，源头恐不可追。苏兄刚才所做的诗，真是绝妙啊！妙啊！如果在意境上再好一点的话，你就是温昂？在下正是，请问公子是？你怎么打人呢？就是你大放厥词，在外面非议我们薛家。哦，原来是薛家公子啊！来，大伙快来看一看啊，看看翁某说的有没有错。这薛家横行霸道，仗势欺人，薛公子此刻的行为就是最好的佐证。翁某也算是功名在身之人，你就敢当街打人？若是换了你们寻常白衣，还指不定他会做出什么事儿来。你再胡言乱语，本公子就教教你如何做人。我等寒窗苦读10余载，辛苦考取功名，为的是替大道正名，是替不公发声，不是像你们这些强权屈膝求饶的。我翁某今日就算被你打死，也不改此言。好啊，还是个硬骨头。本公子今天就带你回去松松筋骨，把他们给我拿下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放开！放开！你们薛氏一族都是败类，抓了我也会这么说。如今的朝堂难道是你们薛氏一家的吗？啊！大家快看啊！薛氏心虚了，竟然想当街杀人灭口！你们还有王法吗？还有天理吗？大家说是不是？还有王法吗你？都放开我！不要他跑了，有本事你不要跑！哎，大伙拦住他！薛氏败类，有种你不要跑，站住！都听到了。哎呀，你让我把翁王的消息透给薛烨，就是为了这种众怒局面？薛家终究是以武立身，不懂文人傲骨，更不懂文人之怒。这翁昂可不是他薛烨能打之人，他薛家就等着天下文士的口诛笔伐吧。你就不怕那个翁昂真被他们打死啊？先生不是派了刀琴保护吗？死不了。但是会疼啊！唉，难怪连他那样的人都会被你拿捏，真够狠心的。哎，混账东西！我让你好好在府里待着，你还给我出去招惹是非，你是嫌现在的麻烦不够多是不是？父亲，是那温昂实在太过分了，他仗着举人的身份到处非议我们薛家，还说我们薛家是狼子野心，就该让阿姐去大悦和亲。和亲事小，我薛家倾覆师大，连这点轻重你都分不清吗？就你这个样子，还想做我定国公府的世子吗？父亲，父亲，孩儿知错了，孩儿知错了，求父亲再给孩儿次机会吧。去，堂堂男儿郎，成何体统？给我起来！父亲，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眼下若想挽回民心，
只可顺，不可逆呀。父亲是说，顺着众议，让阿姐去和亲。求姑母救救爽儿，爽儿真的不想去和亲，求求姑母。倘若当日你为使那昏招去陷害江氏，未牵扯到薛家，哀家今日或许还能够保你。毕竟薛家势大，若送你去和亲，就像在圣上心里扎了根刺，他也不希望薛家和大越勾结。可你倒好，亲手把刀子递到了圣上的手里，让他有借口来削弱我们薛家。不过你那个昏招倒是阴差阳错的试探出了圣上的心意，你留下的烂摊子还有哀家来替你收拾。和亲之事，哀家就是有心也是无力了。今日愿意见你，是看在你在殿外跪求了几个时辰的份上，你就此回吧，以后也不必再进宫了。姑母难道真要眼睁睁看着舒儿去那凶险的大越和亲吗？旨意是哀家的骨肉，他去得，你为何去不得？天下无父子，是你太蠢，不是哀家太狠心。姑母，姑母，求求姑母，求求姑母，姑母，求求姑母。黄仁礼，来人！姑母，姑母，求求姑母，姑母。太监不仔细，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啊？哎呀！给我吧，宫中的路我都认得，想一个人进去，我自己出宫便是。是。眼下若想挽回民心，只可顺，不可逆呀。你就此回吧，以后也不必再进宫了。姑母难道真要眼睁睁看着舒儿去那凶险的大越和亲吗？你把辛无畏、你爹、哀家都拖入了如此的下场，你让哀家如何给你留情分？混账东西！薛家的脸都被你丢光了！圣上，今夜在何处安歇呀？秦贵妃的身子越发重了，今夜若再不去看她，恐怕她又要过来闹。圣上，定国公府薛大姑娘有要事要面见圣上。叫她进来。是。圣上，
那秦贵妃那边无妨，晚些再去也不迟。表妹对朕这个表哥向来是不亲近的，如今这宫门都要下月了，你怎么跑到朕这儿来了？臣女今来是向圣上投诚。你我本算是一家，何来投诚一说？圣上励精图治，正值当年，如今秦贵妃怀有皇嗣，本应是大权当握，但内有太后娘娘干预朝政，外有薛家根深难除，圣上行事处处受人掣肘。如今朝中虽有人挖出了能够撼动薛家的旧案，然冰冻3尺，非一日之寒。要使巨木倾覆，连根拔起，也非一日之功。圣上若欲向薛氏一脉举刀，臣女愿献绵薄之力。哦，你愿意做朕的手中刀？是。你可别忘了，你姓薛，朕凭什么信你？姓薛又如何？在父亲和姑母眼中，我不过是一颗棋子，胡用了，随时便可丢弃。既然注定要做棋子，那阿叔自是愿意做这天下最尊贵之人的棋子。阿叔一夜未归，不会出什么事吧？丫鬟不是说他昨日入宫去了吗？他有所宫中，侍奉太后也是常有的事情，我看不必为他担心。只是他这一次不顾我的命令，擅自出门。等他回来以后，必须家法伺候。王公公，恭喜国公爷了！何事恭喜啊？令爱昨夜留宿御书房，今晨已被封为贤妃娘娘，圣上命我来传旨，可不得恭喜国公吗？臣妾给太后娘娘请安。谁让他来的？滚出去！母后息怒。是啊，您可别为了一些上不得台面的狐妹子，气坏了自己的身子。后妃每日给娘娘请安是公规，既然您今日心情不佳，那臣妾明日再来。臣妾告退。阿叔，公主有话要同本宫说。为何要这样做？我做了什么？不知廉耻，自荐枕席。公主不妨问问自己，我走到这一步，难道不是你们所有人逼我的吗？
我何时逼过你？没有逼我，你我多年情分，可在你心里，我却不如一个江雪宁。我与林兹王天生一对，可他却爱上了一个什么都不如我的江雪慧。他不愿娶我之时，你在哪里？我被薛家视为弃子之时，公主殿下，你又在哪里？而今大月来犯，该去和亲的人是你，又凭何要我代替你去？所以你觉得你做的这一切是对的吗？你与我论对错，公主未曾尝过一切都失去的滋味，等到了那一日，便会知道，所有的人都会同我一样选择。这世上只有胜败，没有对错。他竟真做得出来。我原以为他骨子里该是傲气自负的，没想到时移世变，他竟这般自甘轻贱。不过天底下没有不透风的墙，此事外面已经开始议论了，他便是得了妃位，也坏了名声。他看似坏了名声，却保全了自己。眼下死局又回到了公主身上。圣上还是未能下定决心下旨。那可是朕的亲妹妹啊！可她也是大前的公主，理应为圣上分忧。如今圣上面临两难，既不放心燕家，又不能把兵权交予薛家，朝中无强将可用，开战并无胜算。臣妾也觉得，此时不战才是上策。何出此言？大越王权更替，新王登基。若说他们真的想打，倒也未必。依臣妾看，这只不过是大越新王想要立威、收服大越民心的手段罢了。但或许，和亲才是他们更想看到的结果。大越狼子野心，和亲只是扬汤止沸。若真的是让芷衣远嫁之战，那朕的脊梁骨都得被天下人给戳烂。臣妾知道圣上为难，但战败才叫和亲。咱们此时议亲，只是休两方之好。若一桩婚事能够免去一场战事，天下臣民只会对圣上感恩戴德。其实说起来，芷衣年纪也不小了，本就到了该嫁之龄。芷衣远嫁不过是权宜之计，待日后边关稳定，圣上牢牢握住了朝堂，咱们再把她接回来不就行了？帝王卧榻，最忌他人酣睡。圣上不可能无缘无故封她为妃，尤其是在这种风口浪尖的节骨眼上。想来想去，答案只有一个：薛叔自断羽翼，划清界限，从此调转枪头，为圣上对付薛氏。在对付薛氏这一点上，也算是好事。但对公主不是。若公主当真和亲而去，来日与大越开战，她就会第一个死。你怎么知道一定会开战？